中国选手都是小吃佬、小喽啰、小瘪三，根本不配合美国人打比赛。这是美国拳王泰勒·穆尔赛前所说的话。简单几句话彻底激起了中国人的愤怒。中国山西硬汉吕正宏当场下挑战书，是要将美国拳王说的话从那说出来就从那咽回去，不把美国拳王干晕在擂台上誓不罢休。美国拳王上擂台之后就跟有多动症似的，上蹿下跳一点都不老实。话就不多说了，为了让更多人看到吕正宏的硬气，长按3秒点赞即可。随着裁判的一声怒吼，双方大战一触即发，比赛正式进入到第1回合。一上来美国拳王就开始逼近吕正宏，占据笼中央的美国拳王开始对吕正宏进行一系列击打。吕正宏一开始没有选择应战，则是围绕着美国拳王进行缠绕式击打，以此来对美国拳王进行试探。抓这个反击啊，对手是反架，显得更加的细高挑一些。双方并没有过多的试探啊。对，连续的扫踢，又一个高扫。美国拳王进攻欲望非常大，想着尽快解决掉吕正宏。吕正宏一个不小心被美国拳王击倒，吕正宏的处理方式也很好，不断往后进行拉扯。美国拳王依旧不依不饶，随即拿到吕正宏的头部。吕正宏先是冷静一下，准备伺机准备突围。美国拳王越打越凶，将小将吕正宏挤在笼边进行击打。吕正宏依偎在笼边得到了大量的喘息。再看吕正宏的眼神还可以，并没有，还是很清醒。没有看清第一下倒地那一下是挨了重拳还是脚。吕正宏一个不小心，给美国拳王来了个断子绝孙脚，打得美国拳王慌忙逃窜。这不就是刚上场的时候的逃跑路线？现在使用，等下被打的就没地方躲藏了。我们注意啊，在这个踢裆之后啊，裁判有一个手势，是示意啊，这个时间要停止了。哇，这一下也是无意的，对，小腿。对，裁判示意停表的，这说明这一下确实也是踢到了。对，裆部需要给对手一。等恢复好之后的美国拳王进攻欲望依旧不减，开始对吕正宏采取高频率主动进攻。吕正宏开始来回虚晃，不断的步伐移动，给美国拳王一定的视觉影像。这可能是一种习惯。对，而且在站立打击的时候，出拳的时候，这个下巴扬的也挺高。吕正宏不知道能不能有合适的机会啊，去打对方的这个头部啊。而且从对方的身体构架来说，吕正宏灵机一动，一路小跑，挥舞着拳头砸向美国拳王。美国拳王随即将吕正宏带入到地面。吕正宏一直在招架美国拳王的抱摔，依靠笼边进行背部支撑。美国拳王拿不到吕正宏的背部，基本上问题不是很大。对方压的挺紧的，地面上很多的小招不错啊，而且一边有控制，一边有打击。吕正宏也不错，肘击。打下位的时候不能仅仅靠身体移动，因为你的双手一旦有给对方做干扰，肘击啊还有拳法，这样是聪明的一个选手。肘击不错。看来现在是想办法过腿。对。现在已经过了一条腿了。过了一条。但是吕正宏下面给盘住了。对。现在笼边啊，吕正宏往后移动的空间啊就没了。泰勒现在想办法往开推这个。吕正宏不断的移动身位，试图来挣脱美国拳王的控制。美国拳王将头死死地贴在吕正宏脸上，二人想做个动作都极其困难。美国拳王的意图也非常明显，就是让吕正宏挣扎浪费体能。还是出来了。对，吕正宏刚刚是右手拿了。经过长时间的压制的吕正宏，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一次，拿到其胜位的吕正宏，率先调整好输出位置，开始用铁肘砸击美国拳王。对比之下，美国拳王的地面压制是无效果的，吕正宏的地面压制是实质性的，铁肘铁拳疯狂降临在美国拳王脑袋上。明显的这个泰勒·穆尔打下位的时候啊，相对来说技术上比较单调，没有打击只是做移动。反过来，刚刚我们在看吕正宏自己在打下位的时候，有拳和肘的这样一些反击。
得小心啊！啊，这千万不要对方拿到踝关节。好，李正红现在这个脚已经完全出来了，在他打击的时候，因为对方还是，把对手抱摔在地，不错啊，不错不错。那吕振红这个24岁的小将很全面啊。对。啊，还是上尉已经过去一条腿了。泰勒现在还是紧紧的盘着吕振红的腰。对。疯狂移动身位的美国拳王，将自己带到笼边的位置，试图依靠笼边站起身来，奈何吕振红的压制力十足，不给美国拳王一点站起身的机会。在压制的过程中，吕振红还在用铁肘铁拳砸向美国拳王。考虑到防守的问题，会给对方的一个上位选手啊难度更大。确实像你所说啊，感觉这个泰勒在下位的时候办法并不是特别的多。对，你看就是双臂和双腿的纯防守动作。第一回合结束，这5分钟感觉过得挺快啊，这说明双方这一回合打得还是相当激烈的。是的。哦，这第一局已经打完了，这个两位选手身上还没怎么感觉看到有汗啊？对，这也足以说明这个温度啊。对，尤其是看到他们的助理在去帮他们做各种。哦，这拳确实没怎么看清啊。是啊。但确实对方追击那几下是有打动的。这个不知道当时这个现场啊，这个风力情况如何？以我对阿拉善的了解啊，这个地方一般风还是比较大的。是的。哎，我们看看姑娘的头发，应该还是有风的。对对对。有风的话，这个体表就感觉会温度会更。看着美国拳王有点不服气，走来走去的显得非常的恼火，表面有点不服气，心里更是不服气。好，第二局马上开打了。比赛进入到第二回合，美国拳王移动的步伐缓慢走进吕振红，吕振红在积极的往后拉扯中，进攻欲望非常的积极，吕振红也没有急于进行还击，则是顺着美国拳王的步伐往后进行拉扯，后退尽量保持安全距离。在这个级别当中啊，一旦要进入到地面的话，这就基本上谈不上什么优势不优势了。对。因为第二局的节奏没有第一局节奏快，毕竟第一局啊，两个人实打实的这么5分钟，对，体能消耗也是比较大的。哎，这个泰勒·莫尔这个选手，尤其是这后手，为什么一直放那么低呢？这是怎样？吕振红一记高扫衔接后手拳，后续衔接高密度挥拳，美国拳王开始往后拉扯。经过第一回合的试探，都应该对对方有了简单的了解。美国拳王的进攻欲望非常大，心里越急，吕振红内心就越兴奋。他还是相对来说投入的精力更少了。美国拳王步步紧跟吕振红，随即一记重扫被吕振红精准接到。双方来到笼边进行角力赛，吕振红使出了9牛2虎之力，试图将美国拳王带入到地面，多次的勾脚跟，美国拳王被带入到地面，吕振红处于其胜位。一个外刀，吕振红继续打上位，哎，不错啊，哎，你看，他既能够做打击，又身体同时做移动啊，一下就是立体输出的。这其实就像我们看拳击比赛或者踢拳比赛一样，说的打的是一套组合拳，他其实既做移动，又手上又有动作配合，哎，这个就挺漂亮的。泰勒现在是想把腿收进来之后啊，蹬吕振红的髋，对，没有蹬住，只能说弹一下。此时的吕振红恨不得将其举起来，拿着绝大优势的吕振红开始对其展开疯狂地面压制。美国拳王处于下位，很多动作都施展不出，有点有气无力的感觉。吕振红也不管这么多，美国拳王赛前多猖狂，赛后就有多狼狈。他的眉弓已经被打开了。对，吕振红刚刚这几下地面锤击很有效果啊。
肘击。这地面肘啊，是你地面千万不能是垂直于地面这种肘击，肘尖朝下这种往下，就所谓的竖直的，对，竖肘是不允许的。不允许的。但有时候选手这经验丰富的话，他也会打擦边球啊。对。但有时候你连续进攻，确实是你有一下竖肘的话，你让裁判一时也反应不过来。对，脸上已经挂彩的美国拳王试图翻身进行站立，吕正宏随即拿到裸脚位。此时的美国拳王已经被揍得惨不忍睹了。吕正宏挥舞着拳头，重重地砸向美国拳王。身处裸脚位的美国拳王已经不能够再组织有力防守，整个面目都暴露在吕正宏拳头进攻范围之内。对。搭住，身体做得很好，身体是做了一个身体的三角裤搭扣搭得很死。我们看吕正宏现在是2条腿啊，做了一个三角裤，对，这扣搭得很腰给控制住。是的，现在就找机会自己喘气，看他可能也是体能不够了。对，连续的砸击，体能消耗非常大。对，吕正宏这样做是对的，这手不能停。对，不能停。打累的话，逼着对方把这个手放下来。对。但是对手这个右手一直在打电话，就是打。美国拳王不仅要防守吕正宏的砸拳，还要防守吕正宏随时的裸脚。美国拳王暂时占不到任何的优势，只能防守等待时间结束。说时迟那时快，裁判就将2人拉来，重新回到站立。我们这个俄罗斯裁判很严格，一旦发现你确实有优势，但是有效动作没那么大，对方防守。回到站立的美国拳王一如既往地开始发起主动进攻，吕正宏2记扫踢打出，再次将美国拳王压在笼边。美国拳王抵抗不住吕正宏的砸拳，开始下前抱摔吕正宏，不料吕正宏再次拿到其胜位。美国拳王根本想不到吕正宏的地面有多强，还想和小将吕正宏打地面。美国拳王被压在地上大气不敢喘，吕正宏不断地砸击肘击缝上。时间快到了，干脆就歇会儿，不需要再做什么动作了。对，这其实我们也能听到场外指导的这个声音哈，这歇会儿。这确实是这个 MMA 比赛5分钟的一个特点，对，和站立踢拳比赛还不太一样。这5分钟的立体打击啊，确实是需要极高的体能。对。美国拳王似乎非常的丧气，一旁教练给其擦拭脸上血渍，还真是又菜又爱玩，打不过就算了，还挑衅中国选手，这就是美国拳王的不对了。一旁的吕正宏非常的镇定自若。24岁能有这么全面的一个技术啊，包括我们今天看到吕正宏的体能也不错，是说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选手。对。很全面，很立体。确实是时代在发展，像这一批练综合格斗晚的选手，可能一开始练的第一种技术就是综合格斗，不再是散打或者拳击或者摔跤。比赛进入到第3回合，美国拳王非常的不服气，再次对吕正宏发起主动进攻。吕正宏没有急于还击，就看着他不打他，美国拳王内心自己就开始慌了，就将美国拳王压在笼边，时不时给美国拳王来一拳。美国拳王恨不得当场就能吓尿裤子。我们也能看到这个，也能听到啊，这个吕正宏的指导是后腿上头，后腿上头。当然，虽然他放的比较低啊，也不是说轻易有机会就能上去的。这个吕正宏刚才这下低头也很危险啊。对，对方正好是在起腿。好。但吕正宏这时候体能也出现了问题啊。在打中对方一拳的时候啊，按照第1回合、第2回合体能的话，他会补。对，美国拳王欲想发起进攻，吕正宏左摆衔接一记高边腿，美国拳王依然没有放弃的意思，持续的跟进吕正宏的步伐。此时的美国拳王都已经没有了报价，手放的特别的低，这对于吕正宏来讲是个大好的机会。降低。这个没办法，体能下降之后确实是保证不了。
泰勒这打法，这也是憋着住。美国拳王非常的狡猾，再次选择下前抱摔吕正宏。吕正宏防抱摔非常好，美国拳王连吃奶的劲都用上了，就是先不翻吕正宏。吕正宏依靠龙边，试图将美国拳王先翻在地，反客为主，这一招屡试不爽。这两人挤在龙边，就看得出来吕正宏的这种，首先体能比较好啊，对，这个本身的这种基础力量也大，然后再就是在 take down 放倒对手的技术上，比对手要更多。没错。继续的锤击。哎呦，这一拳我们都听到声音啊！被压在地面上的美国拳王有点难以支撑吕正宏的铁肘和铁拳，开始在地面上慌忙逃窜，试图挣脱出吕正宏的束缚。吕正宏在美国拳王挣扎的过程中，不断的砸击美国拳王。此时的拳王已经不再是拳王，像是一个被老虎压在地面上的小羔羊。泰勒打下位太被动了，真的没什么办法，没什么招。对，哇，刚才那一拳啊，距离又长，力量又大。对，幸亏泰勒还是把这个脑袋远离了地面。对，如果这脑袋在地面上，这一拳砸过去，效果真是这个力量就挨结实了。对。还有1分44秒。你看，这时候吕正宏切着他的颈部啊，泰勒只能是张开嘴，大口大口的倒气儿呼吸。对，小羔羊想起身，吕正宏直接几击铁肘缝上，肘是人身上最坚硬的部位，左一肘右一肘，美国拳王过不了一会就会被打哭。你看现在只有1分多钟的时间啊，估计不会有太大的意外了。啊，当然也不好说，不好说啊，这个比赛真是这比赛不好说，不到结束那一刻，什么意外都有可能。对，当然只是就目前泰勒的这个体能也好，状态也好，不一定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。对，首先是机会能不能自己创造出来，打得出来。另外一点就是当机会出现的时候，你还有没有这样一个能力去抓它？对。哎。啊，刚才现在没打实，要打实的话会有效果的，稍微侧开了一点。对。到最后的时间，吕正宏也不再进行强势压制，美国拳王的体能已经被吕正宏消耗完毕，就算让美国拳王自己起身，美国拳王都很难进行起身。最后时间，吕正宏继续压制着美国拳王，尽量不让美国拳王有一点喘息的机会。想想赛前所说的话，吕正宏的气势就更加汹涌了。连续的袭击，对，最后10秒了。时间到了，尽管比赛结束，3回合鏖战终于结束，吕正宏将对手缓慢地扶起来。美国拳王脸上被打成熊样，吕正宏脸上已经光彩亮丽，形成了个很大的鲜明对比。吕正宏比赛结束之后，知道对手受到了重伤，主动将其扶回休息区，自己走向自己的休息区。整体上，至少我们视觉上来看，还是有很明显的一个优势。第2回合和第3回合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。对，第1回合的话，可能2个人还相差不多，但是第2回合和第3回合当中创立的优势还是非常大的。如果让我个人打分的话，我会给打一个29比28吧。对，那我们看啊，这个即便是我们的这个精彩回放当中，也大量的镜头，大量的这个都是吕正宏在做主动进攻啊，打击的有效的优势的镜头。而且吕正宏小伙子也是非常的有礼貌啊，对，每一回合结束的时候都会跟对手拥抱一下。中华传统美德是值得外国人学习的，中国选手自古都是以德服人，特别是中国人在国际擂台上，更能体现出中国人的传统美德。最终裁判宣布比赛结果，
吕正宏全程带领比赛节奏，牵着美国拳王的鼻子走，毋庸置疑是小将吕正宏获得胜利，这就是中国力量。到这就结束了，请在下方说说你们的看法。